霍大人，宣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逆贼百里惊鸿，欺上瞒下，私昧黄金100万两，屯私兵，反朝廷，罪大恶极。特命姬明月执朕密旨，赶赴北境，与少将军九婴联手诛杀百里惊鸿。九婴若评判有功，可擢升为北境统帅，北境军兵符交由姬明月掌管。钦此。一个赫连族的弃子，凭什么做我们的北境统领？在军营里，英雄向来不问出身。你们若有不服，现在就站出来。若今日没有疑问，日后也不许质问，否则以百里惊鸿同党处置。我武烈不服。武烈将军，豆蔻死了。什么？豆蔻死了？怎么死的？被百里惊鸿活活震碎头骨而死。百里惊鸿到底值不值得你们拼死抵抗？我想，你们大家应该心中有数。百里惊鸿谋反已成不争的事实，新帝为了平叛，已率军兵临北境。如何抉择，你们自行判断。今日之言，本宫只说一次：臣服者，前罪既往不咎，保留军中原旨；胆敢有反抗者，斩立决。少将军，且止吧。末将领旨，谢主隆恩。末将接旨，谢主隆恩。凭什么兵符交给他呀？他这是过河拆桥。兵符本就在他手上。可是我……你一直跟着我，应该清楚，我并不在乎这些。这些年来，我在军中谋权夺势，只为让族人过得好一点。况且，他已经答应我，等他事成之后，就给赫连族自由。手下只是担心，娘娘会过河拆桥而已。您没兵符，就是人为刀俎，我为鱼肉。大公子，您就那么信他？我信他。将军，新帝率领的朝廷禁军已经到朱壁城外了。关城门，快关城门！姬弘真得知我跟百里惊鸿婚礼的消息后，认定了百里惊鸿已经谋反，必定会带着雷霆之怒而来。北境怕是要遭受池鱼之灾了。他说，要我们交出所有的反叛将领，否则荡平朱壁城。哼！我武烈只有战死疆场，绝不屈服新帝。但不交出去，新帝怕是要屠城。你会把他们交出去吗？你想我把他们交出去吗？毕竟同袍一场，况且他们大多数人也不知道百里惊鸿所做之事，就算知道，也无法反抗。好。好什么？以我对姬弘真的了解，要救你们，恐怕要使点手段。不过，你们可能要受点罪。你有办法？开城门。
陛下，北境叛将均已束手就擒。杀了吧！是。且慢。这是北境军虎符，本宫想向陛下讨个敕令：百里惊鸿谋反一案，只诛匪首，不杀旁人，如何？陛下，望陛下开恩。望陛下开恩。母后为了这些莽夫，连兵符都舍了。好，朕就看在母后的面子上，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每人领100军棍吧。他叫钱秀芝，鹤字营百户，善侦察，以千里眼闻名北境，共计经历战争20场。3年前，为我军刺探敌情，被一箭射中了脑袋，从此瞎掉了1只眼。他叫赵虎，凤字营千户，善偷袭，共经历大小战争38场。5年前，在收复瀚海战役中，被敌军砍伤了手臂，仍坚守阵地，杀敌20余人。他叫武烈，百里惊鸿麾下右副将，善强攻，共计经历战争60场，杀敌1000人，7次重伤濒死，就连母亲重病，也未能扶棺尽孝。100军棍，不死也残，望陛下开恩，饶了他们吧。将军百战死，他们可以死在敌人的铁蹄之下，但不应该命丧于同族之手。请陛下开恩。我若不答应，必定尽失人心，使北境生乱。既然母后都开口了，罢了，都免了吧。叩谢陛下，陛下，谢太后娘娘。太后娘娘。母后果真了得，到哪儿都有入幕之宾，前有霍灵玉，后有赫连锦，真是厉害啊！赫连将军，朕听闻你是骑兵出身，想必这舞旗舞得不错呀。朕今日心情颇佳，想看舞旗了。舞旗而已，又有何难？嗯？将军舞旗，这是羞辱。
母亲走的安详吗？你还恨他吗？我曾经恨过他，恨他欺骗隐瞒，负我真心，恨他剖腹取子，手段狠毒。可我没资格恨他。明日就要走了，这荷花池你还没好好看过吧？月下赏荷，别有一番滋味。我给你撑船吧。娘娘，娘娘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？睡不着，出来走走。那正好，一起游船吧。你看什么呢？我来看看，和我一道列为娘娘入幕之宾的霍大人，有什么不一样？将军慎言。你难道就没有觊觎之心？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你说我是小人？我可没有这么说。你们到底划不划船啊？我前2天听说了一个有意思的案件，给你们说说。朱碧城的衙门关进去了2个罪犯，听说是雇凶杀人。雇凶的人是个惯犯，可他拒不认罪，凶犯也不指认他，所以没有能给他定罪的实证。但苦主正好是衙门里的酷吏，就私下用了重刑，逼他认了罪。你们怎么看？如果雇凶的人伤害百姓，非常时刻、非常手段，未尝不可。律法之所以能让人信服，就在于它的公平、公正和公开。用不正义的手段，只能获取不正义的结果。不管罪犯是真是假，这件事的后果，只会让百姓更加畏惧朝廷衙门。霍大人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难道不知道乱世用重典吗？可现在不是乱世。是，现在不是乱世，因为乱的只有我们赫连一族。你怎么了？没事。还是先送你回去吧。娘娘送霍连将军回去休息吧。也好。快来人！这是上次百里惊鸿所伤，大夫来了也没用。对不起啊，我看到我的父亲死了，就死在我面前，我什么都做不了。还有我的母亲，我也没办法救她。五色城大乱，阿满肯定是怨我的。还有你，
能照顾好你，让你置于险境中，或许我是真的很糟糕。你体内气息这么乱，还不调息，你不要命了？你喜欢霍领玉吗？我知道，你以前喜欢他，那你现在还喜欢他吗？你把他留在你身边，是做裙下之臣，还是做朝廷栋梁？少废话！我想知道，我就这么好吗，何连杰？那你喜欢我吗？不是感动，不是报答，季明月，你喜欢我吗？何连杰，我心悦于你，天地可见。我还有些事要去忙，晚点来陪你。你先疗伤。这就是这副身体的极限了吗？我还在等什么呢？今日好些了吗？已无大碍。听闻先生昨夜乘船，到了子时。这么晚？走吧。母后，请上车。皇宫是个牢笼，天下也是个牢笼。我心一杯酒，这一生都将不得自由。齐驾回宫，恭送太后娘娘回宫。陛下到。陛下有事？母后，父皇的遗诏还在礼部存着，你手上那份任命北境军统帅的遗诏，从何而来？自然是你父皇身故之前留给本宫的。自从父皇重病卧榻，你就从未去探望过。这遗诏，你怎么可能得到？你的父皇如何身故，你心里有数。
我的遗诏是如何得到的，我心里有数。玉玺归王，往事一笔勾销，从此你做你的太后，朕做朕的皇帝，互不干涉。你觉得我会信你吗？想要玉玺，回京再说。若陛下对本宫尽孝，本宫自然也会心疼陛下。若不然，那玉玺会落在谁手上，本宫也不得而知。秦明月，你敢威胁朕？陛下言重了。若你我母慈子孝，自然天下太平。好，依你，回京再说。恭迎娘娘回京。都起来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属下不放心你，请让属下先为您把脉吧。娘娘，京中近况以及各派系的详情，属下已整理成册。您请看。娘娘，让我为您把脉吧。娘娘您，我还有多少时日？3个月。您先天不足之症本就严重。医书的使用本就是以燃烧生命为代价的，您这些年又忧思过重，身体的衰败已不可逆转。本宫想为先帝修缮宗庙。若能借此笼络出工部，渗透户部，加上文华先生等文臣的支持，答应朝堂，半数可落入您手。但从您这册子上来看，户部尚书乃新帝心腹，不可能为您所用。总会有办法的。将军。娘娘这么晚还没有休息啊？坐下吧，正好本宫有事要问你。好。先是霍灵玉进帐，后面还跟了个赫连锦。是。真是一点不把朕放在眼里。朕倒要看看你们在搞什么。霍大人有十足的把握能拿下清流之首文华先生。是。户部尚书交给我，但凡是人就不会没有问题。尤其在这个位置上，只要有问题，就能轻易的找到他的把柄。那就等你好消息了。拜见陛下。是。天色已晚，本宫睡下了。陛下有什么事，明日再说。母后睡下了，朕怎么听闻霍灵玉在帐啊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啊！陛下还不出去？
陛下这是要做什么？母后，该出去的是他们。你们两个混账，还不给朕滚出去！这大半夜的，母后不知道避嫌，你们两个还没有礼数吗？尤其是你啊，霍灵玉，身为皇子老师，礼义廉耻，书你都读到哪儿去了？够了！本宫的事何时轮得到你来非议？你父皇都管不着本宫，你凭什么在这儿管这管那？再说一次，出去！朕再说一遍，你们两个给朕滚出来！天色晚了，本宫要歇了，你们先出去吧。哼，是。天色已晚，臣告退。朕让你们走了吗？不知陛下还有何事？臣旧伤未愈，还请陛下见谅。朕早晚有一天会杀了你们。拜见太后娘娘。我说过，我终归要回来的。这一次，我再也不会灰溜溜的逃离。权势我要，皇位我要。我曾失去的，不曾拥有的，想要得到的，这一次，我都要握在手里。启禀陛下，神机营根本不听令。他们说，他们的先辈都是因为沈家的威望和信誉才聚集其名下。什么神机营令牌与否，他们根本不在乎，他们只听沈家人的号令。沈莲已经因为百里惊鸿之事而死，他们还不听令，他们要造反吗？陛下息怒。难怪沈莲当初交出神机营令牌时，他那么干脆，以为朕没法子了是吧？都给朕等着！林玉告退。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启奏陛下，老臣有本。先帝崩逝匆匆，陛下顺位登基，以稳国本，然则不曾替先帝守制100日，于孝道而言，恐后人诟病于陛下。老臣以为，先帝既喜修道，陛下不妨在这京城之中择一良时，修缮宗庙，筑功德碑，继全孝道，一圆先帝遗愿，善也。文华先生所言极是。陛下，臣以为万万不可。文华先生所言虽然有理，然陛下行止，皆是天命所归，何为孝？臣以为遵父命，听其言，圆其心愿，即为孝。修缮宗庙，劳民伤财，臣斗胆揣测，非先帝之愿。臣附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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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生，您看这是老臣考虑不周，让陛下为难了。不是先生的错，可恨的是那百里惊鸿，朝廷如此信任他，他却贪慕这么多黄金，导致国库空虚，让朕
连尽孝都不能。幸好沈将军母女不负先皇厚望，斩了这条国之蛀虫。陛下，臣有本要奏。臣听闻先帝驾崩之时，曾有遗诏命太后陪葬。敢问陛下，可属实？这回上是确有此事，不知晓啊。好像有这么事儿啊。对，确有此事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太后也不见。是啊。各位大人有所不知，此乃先帝蛊惑百里惊鸿的计谋。百里惊鸿手握20万北境军，他暗中圈养私兵，造反之心昭然若揭。先帝认为他羽翼已成，只能以计杀之，绝不能贸然惊动于他，否则大义必然生灵涂炭。于是让太后娘娘伺机诛杀。啊，还有此事中之事，这不我觉得是这样，知道非常之事，可是。太后娘娘，不错，是本宫。看清楚了吗？人证物证都在这儿。太后娘娘，想要臣做什么？你倒是个聪明人。第一，本宫要你拿出国库半数以上的白银，为先帝修缮宗庙。第二，本宫这太后目前当得很舒的，没有任何挪位的意思，明白吗？怎么，钱尚书听不懂人话吗？臣明白，臣明白。只要本宫交代你的事情办好，你做的这些事，本宫自然会当不知道。事情若是办不好，即便没有证据，本宫要杀你，易如反掌。臣明白，臣明白。陛下容奏，老臣羞愧。老臣昨夜梦见先帝对老臣说，老臣所提修缮宗庙之事，他甚悦之。老臣斗胆，再次恳请陛下为先帝修缮宗庙，也为先帝在天之灵。既是先帝托梦，微臣责无旁贷。臣会即刻汇算出供修缮宗庙所需银钱。国库虽不宽裕，却也不能叫陛下被后人诟病。臣附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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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臣附议。文华先生不愧是先皇最敬佩之人，倒是朕做儿臣的不孝，朕有愧啊。老臣惶恐。修缮宗庙就交给青天剑去办吧。臣领旨。还有一事，朕欲立鸡鸣月为后，爱卿也一并选个吉日吧。鸡鸣月就这么定了吗？这不在商量啥？对呀，这事太草率了。我觉得还是得三思。陛下是说太后娘娘？正是。万万不可呀，陛下！此举有悖伦常，请陛下三思啊！臣附议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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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三思啊！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，请陛下三思。这小王八蛋，朕前2日分明知会过他，今日都该同意才是，竟然全反了口，忤逆于朕，不对劲。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三思，请陛下三思，可怜钱，你以为你还能嚣张多久？
退朝！去，传信给赫连杰，他若再犹豫不决，不想和赫连锦翻脸，朕就换个听话的。是，这就去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姬弘真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我好想你啊！回京之后，你都不召见我。我很忙，我的时日已不多，此生注定无法和他相守。既然之前与他互表了心意，理应也该让他快乐才是。我不见你，你可以来见我呀。少将军举世无双，自然可以在宫中来去自如。霍大人，是娘娘召我前来的，劳烦通禀一声。娘娘她在午睡。无妨，我等会儿便是。朝廷那么多能人异士，你为何非要抬举霍凌云？能力高，欲念低，道德更高，足够忠诚，也足够君子。谁知道他欲念高还是低？什么？我说，你今日为何召见他？自然是有事相商。嗯。太后娘娘那边传来消息，赫连将军一个时辰前进了娘娘寝宫，至今还未出来。混账！怎么现在才报？奴才该死，奴才该死！贱人，你既然这么离不开男人，朕今晚就让你侍寝。吩咐下去，把太后寝宫给朕封了。一个女人，朕还不信治不了你。是，这就去办。这延华宫一封，就算是神机营的人，一时半会儿也救不了他。神机营不是只认你沈家人，等你沈明月成了朕的女人，给朕生了子嗣，你沈家的一切还是我姬氏皇族的。赫连将军
来得挺早啊。不早啊，我来给娘娘汇报最新的宫中密报，偷偷进的宫，也是刚来，和你前后脚。眼睛一般，眉毛太淡，也就鼻子还凑，身板薄弱，气质更是一般。赫连将军一直盯着在下，可是在下今日穿着有何不妥？没事，我是看霍大人穿得太单薄了些，担心你俸禄不够用。赫连将军说笑了。除了刚刚所聊之事，还有一件大事。霍大人，改朝换代，按例必增开恩科，届时本宫会安排由你出卷主考，士族寒门不论，选出一批真正有学之士，好在我们肃清朝堂后，将各空缺官职增补上来。微臣替天下学子先谢过娘娘。你务必将题出好，选出真正能为百姓、为大业干实事的能臣干吏。臣遵命。这以后出来的考生，可都是霍大人的门生。霍大人年纪轻轻就有太后娘娘为你铺路，真是官运亨通啊！没事，就都退下吧。至于姬红珍，我们就等她按耐不住的那一刻。赫连将军，请留步。在北境时便罢了，现在是在宫中，你可以不在乎自己的名声，但还望你多为娘娘着想。霍灵玉，你知道你输我输在哪儿吗？你确实是个君子。陛下这么晚来，所谓何事？臣太想念母后，一刻都等不了了。陛下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母后手眼通天，自然是知道朕要立你为后。是你让朝臣反对的吧？大业不是蛮夷之地，后妃从来没有父死子继的说法。既然群臣皆反，就说明不合礼法。陛下早就该断掉这妄念。朕是皇帝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莫非王臣。整个后宫所有女人都是朕的，包括你在内。母后，你一直都知道臣是喜欢你的，以后这大印江山，唯你我二人独尊不好吗？为什么非要抵抗呢？姬红珍，你是真的喜欢我吗？不，你只是不甘心。你的人生太过顺遂，生来便是太子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义士能人，功必随时，没有任何人敢忤逆你。你自视甚高，所以你接受不了我的拒绝，才一直想要得到我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艺术已失，不是朕的对手了。霸王硬上弓也别有滋味啊！姬红珍，
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不上你吗？因为你不仅傲慢不驯，而且软弱无能。你是富贵檐下的温室花，你出身高贵，却依旧是个等人安排的可怜虫。你不敢反抗你的父王，也不敢反抗你的朝臣，你自卑自残。姬鸿震，你以为你是皇帝，其实从始至终，你不过是个傀儡。给人闭嘴！给人闭嘴！闭嘴！姬鸿震罔顾人伦，强迫于我，还请诸位给本宫讨个公道，也请赫连将军为本宫讨个公道。陛下，你糊涂啊！先帝尸骨未寒，陛下就强迫太后，您这是理应延迟都不要啊！母后，这是要污蔑朕。朕今日来，是与母后商议修缮宗庙事宜的。看到母后心急犯了要自残，不小心伤到眼睛，朕好心上前查看，却被扣了这么大一顶帽子，真是可笑啊！你们，说朕冒犯母后，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朕伤过母后吗？倒是朕脸上的伤是不能作假的吗？还有，琼爱卿大半夜无诏聚集烟花宫，你们是要造反吗？陛下的意思是，太后娘娘为了诬陷人，把身为沈家人最重要的鹰眼戳瞎了，是吗？她艺术已失，早就没有了沈家鹰眼，刚好污蔑于朕，顺理成章。朕还是那句话。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朕伤害过母后吗？诸位大人有目共睹，我们进来时，炎华宫外全是禁军。若非赫连将军艺术了得，制住了他们，我们如何能进来？炎华宫殿外，也全是陛下的死士。难道太后娘娘在污蔑您之前，还要召集一批不受他控制的禁军和您的死士来绊住他自己吗？那诸位无诏聚集炎华宫是何意啊？你也说本宫艺术全失，本宫自然要有自保的手段。你觊觎本宫多年，为了得到本宫，不惜杀父弑君，本宫害怕呀。去，把证人带过来。臣告退。拜见太后娘娘。把你的所见所闻全都说出来吧。是时候让诸位大人知道，所谓的先帝是一个怎样的弑父逆贼。赵忠良是奴才的干爹，平日里对奴才照顾有加，时常让奴才做些轻松的活。陛下病天的前2日，奴才刚好在陛下寝宫内当差。那晚陛下召见太子，屏退了左右，奴才因为在角落里瞌睡，被困在了屏风后面。陛下怒斥太子意图谋反，太子先是苦苦认错，后来便杀了陛下。
当时给奴才吓到了，便借病告假。2日后便传来陛下病天的消息，还有奴才干爹的死讯。哪里来的贱奴，张口就敢攀咬皇帝？你有几个脑袋？姬弘振，你不仅杀父弑君，还勾结百里惊鸿，贪赃枉法，铁证如山。黄金贪污案的账本都在这儿呢。朕本不想杀这么多人，奈何你们都送上来，那便都去死吧！来人！人呢？走走走走！禀太后娘娘，北境军不辱使命，城内禁军皆已缴械投降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姬弘真，太后娘娘早就知道你的罪行，早已密调北境军精锐进京，控制了你们所有人。太后娘娘，此事干系重大，需交由3司会审。眼下，还请罪帝莫要做无谓挣扎，束手就擒吧。今日冒昧劳驾诸位相助本宫，本宫心中十分感谢。夜已深，还请诸位大人先回去歇着吧。臣等告退。明月，你的眼睛。怎么了？瞎了你就不喜欢了吗？疼吗？疼。文华先生，您是先帝的老师，对圣旨诏书、先帝的笔记最为熟悉，此诏就由您来宣读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朕辅随大印，勤求治理，孜孜不倦。朕年迈之人，深感受将不长，遂留此诏。太子性情乖张，不堪为继，
梓潼姬氏明月，承继皇帝位，幼子姬鸿渐为皇太子，亲子。太子，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陛下万岁万岁万岁！吾皇万岁，太子千岁。啊！妖后竟然登基了！这个女人还能当皇上？这不是在做梦吗？就是这年头，除了京城，别地儿百姓都快饿死了，你管谁当皇帝？这个妖后作恶多端，淫贱无耻。听说她在北京的时候，为了讨那百里惊鸿，脱光了衣服，在大庭广众之下跳舞。你别满嘴喷饭啊！你这么能耐，干嘛你不去当皇帝？你再在这儿招摇撞骗，你信不信我打死你？怎么打起来了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让开！哎，快！开恩科了，开恩科了！太好了，主考官是新晋翰林院大学士霍灵玉。此人是谁啊？怎么没听说过呀？听说是妖后的心腹。妖后的心腹，这主考官可是我等以后未来的作诗。怎么选了这么个名不经传？该不会是金于其外，败絮其内的草包吧？不知道啊。这事儿你可别瞎说啊！是吧？那可不一定。你说这事儿，哎呀，品计司臣，国之大难。是啊，哎呀，你看这个，这记录还挺详细啊。是啊，嘿，他不过是靠侍奉女皇得宠，才连进五品，从侍讲学士跃迁至大学士。他这种人能作为科举的主考官，简直是有辱斯文呢。不可能吧？诸位爱卿，可还有本要奏？那好，朕倒是有话要问爱卿，尤其是钱爱卿。不知陛下有何指教？你还有脸问朕？贪赃枉法，霸占良田，猥亵良家妇女，致其惨死，桩桩件件都是杀头大罪。来人，拖下去，即刻出斩，查抄满门。陛下，冤枉啊！陛下，陛下，
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陛下，按律我朝3品以上官员犯事，当交由刑部受审，秋后处斩。臣附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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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物证人证的，朕自会交由刑部。若有冤枉，朕愿下罪己诏，由刑部杖责地袍。启奏陛下，罪臣钱有良已斩首完毕。轻者自轻，朕相信，除钱有良外，诸位爱卿都是干干净净的。朕平生最讨厌贪赃枉法、欺男霸女、仗势欺人之徒，还望爱卿们与朕共治一个朗朗乾坤。陛下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退朝。御史大人，您快说说呀！御史大华先生，今日可否有空啊？是啊，今日不便，择日再与诸位喝茶。您请。按计划行事，从名单上第一个开始，杀！杀！是。贪赃枉法、卖官鬻爵、欺压平民，这些朝之蛀虫，有一个算一个。从今日开始，我会逐一跟他们清算。你真的不让霍领玉参与进来？不了，你也不要像上次宫变那样，再拉他私下做什么。他的路，我已经给他铺好了。太子少师，翰林清流，寒门之首，天下之师。有时候真嫉妒他，你对他太好了。怎么，觉得我对你不好？能与你共进退，自是最好。